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从朝歌到一生一世，有哪些让人难忘的角色？韩国的大公司 SM 在上海举办了一场练习生选拔大赛，白鹿母亲陪同着女儿一同前往参选，可最终因为竞争对手过于强大而遗憾落选。彼时她也不过才18岁，在明白自己选秀梦想已经终结了之后，白鹿很快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旁边的领域。白鹿成了猫的树工作室御用女主角，多次参与其微电影拍摄。在一次巧合的机会之下，白鹿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伯乐于正。据白鹿后来回忆说，她见到于正的时候，穿了一套大红色的运动服，也没有多做打扮。当时于正也并没有明确表示要签她，但在回去的路上却接到了于正要签她的微信。白鹿当时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毕竟在她眼中，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特质。在商量完签约的相关事宜后，她当即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炫耀道，自己的春秋大梦做成了。同年，白鹿就加入了欢于正在拍摄的影视项目《朝歌》。该剧以商朝历史为原型，以姬发为主角，讲述了商朝末年，系其姬昌之子姬发自幼顶替兄长伯邑考，以长子之名在首都朝歌当人质，在朝歌期间帮助四方，被称为一方贤圣的故事。虽说最开始面对镜头的时候显得有些拘谨，但他悟性高，又肯吃苦，很快就完全适应了剧组拍摄的进度和风格，终于以极佳的状态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影视剧拍摄。遗憾的是，这部剧压到目前还没有要播出的消息。白鹿终于与徐凯搭档主演《招摇》，这部剧白鹿在里面饰演霸道女魔头，角色很是吸引观众，也成功的让她火了一把，走入大众的视野。《招摇》讲述的是陆招摇和厉晨兰的爱情故事。陆招摇身为万鹿门门主，一心想要夺取万军剑，但他没想到好心救下的莫青成为了自己的敌人，之后二人相爱相杀。徐凯在这部剧中要一人扮演两个角色，分别是厉晨兰和莫青。厉晨兰这个角色冷冽霸气，而莫青则是乖忍懦弱。曾指导过《女医明妃传》《三国机密》的导演郑伟文，此次在指导《招摇》的过程中给了白鹿很大帮助。白鹿说，导演会在拍一些比如重头感情戏时，帮助疏导你怎么去入戏，然后告诉你怎样处理是好的，或者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诠释，让我学到了很多。凤求凰讲述了大魏摄政王荣植与刘宋公主刘楚玉之间的爱情故事。虽然电视剧刚播出的时候便因女主的头饰和一众演员的演技而备受争议，但是综合来看，这部剧并没有那么糟糕，也没有那么毁原著。荣植与刘楚玉的爱情虽然是主线，可整个电视剧中的配角的故事也很完整，就如这飞凤将军霍玄霸气的半生和悲惨的结局，就很令人动容。在凤求凰中，她既可以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霍玄，也可以是漂亮妩媚的妖姬乐韵，这两个本质上具有极大反差的角色，在白鹿精湛的演技加持下天衣无缝。拍摄凤求凰时有一场重伤之后的戏，对自己重伤的表演没有自信的白鹿只能通过真的憋气、大喘气来找到重伤后气若游丝的感觉，于是每一条拍完之后他都头皮发麻，整个人都是晕的。就是这样略显笨拙但绝对认真的努力，让一贯以严格著称的李慧珠导演都盛赞白鹿演技过关，未来不可限量。虽说出道时被网友评价撞脸其他明星，没有记忆点，在该剧中其因加戏而被网友质疑资源咖、强捧，但仍不负众望地夺得了部分观众关注。他与侯明昊领衔主演剧版《西游记女儿国》，饰演貌美大方却蛮横霸道的捉妖师无双，
讲述了唐僧出家前与女儿国国王之间的情感纠葛，在帮助女儿国国王重回王位后心下释然，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的故事。剧情方面，这部作品有点改编《西游记》，不过角色还是让人很喜欢。不过这部作品也是难定档了，现在白鹿和侯明昊在娱乐圈之中发展的都是很不错，人气也是很高，可还是没有确定播出时间。白鹿与张艺杰合作主演，由于正编剧的次元爱情轻喜剧《大王不容易》，在剧中饰演刁蛮俏厨娘达喜。白鹿在剧中饰演刁蛮俏厨娘达喜，为人呆萌冲动，为追求男色进宫当宫女，与大王姬满阴差阳错下灵魂互换，变成了成熟稳重，同时做事又毛手毛脚的冷面大王。在《大王不容易》，白鹿呈现了两面演技，一个是俏丽可爱的宫女，一个是成熟高冷的大王，演技确实很好。主演烈火军校开播，在剧中饰演代兄从军，善良正义的谢湘。烈火军校讲述的是现代版花木兰，谢湘白鹿是女扮男装代兄谢良辰从军，进入烈火军校学习，与玩世不恭的富家子顾燕珍、徐凯士和沉稳冷静的沈君山、李成斌是成为同学，在军校共同学习进步，历经磨练，共抗外敌，收获爱情和友情，并实现爱国抱负的故事。与邢昭林合作主演都市爱情偶像剧《世界欠我一个初恋》开播，在剧中饰演明朗进取、干练聪颖的职场少女邢韵。24岁的邢韵，白鹿饰演，是一个真诚善良又乐观的女孩。身为原画师的她，也一直梦想着要做一名产品架构师。恰逢公司旗下一款恋爱类项目进行全公司产品方案海选，为了实现梦想，恋爱零经验的她踏上了相亲之路。谁知这个举动却让一直以来对她千锤百虐的总裁夏柯邢少林饰演感到了危机。在击退带着阴谋相亲的处男和自由洒脱的合遇过程中，夏柯终于认清了自己的真心。与罗云熙联袂主演都市爱情偶像剧《办事蜜糖办事商》在爱奇艺播出，在剧中饰演独立坚强的女学霸将军。小时候患有严重眼泪过敏症的将军白鹿饰演被元帅罗云熙饰演一路保护着长大。高中时，元帅的一次直男式错误导致他们的分开，久别重逢，元帅亲手把他从 MH 的面试中赶走，将军另辟蹊径成为了元帅的下属。此后，将军常常要迎战元帅的开除警告。然而危机降临，他才发现元帅的种种举动都是为了他。将军感动暗生情愫，所有暧昧与亲密都来到擦枪走火的边缘。在元帅2次大胆明确心意之后进入热恋，两个爱情新手既好笑又羞涩地摸索着恋爱门道。与赖艺合作主演的古装甜宠轻喜剧《九流霸主》在腾讯视频播出，在剧中饰演江湖霸主龙傲一。唐末年间，李清流赖艺饰演是商界巨贾，此时他正在都城一间酒楼内展示自己丝绸装的金丝成衣，而在酒楼外，龙竹帮的老大龙傲一白鹿饰演正在与欺压百姓的蛇帮进行一场殊死搏斗。这两人原本是没有交集的，但因为金线失踪案，两人联手破案。李清流和龙傲一从双方身上都学到自己没有的东西。主演的古装合家欢爱情喜剧《玉楼春》在优酷视频播出。明朝隆庆年间，官家千金林少春白鹿饰演，因为父亲被冤贪污而惨遭家破人亡之祸。迫于生计，他开始在百戏班学戏，并遇到了富家公子孙玉楼，王一哲饰演。玉楼对他一见倾心，随后为了替父申冤，他决定女扮男装参加科考。然而科场需要验身，少春计划失败。玉楼得知消息后，在暗中相助，让少春替父亲申了冤。孙家在了解到少春的身世后，坚决阻止玉楼和少春来往。玉楼不肯放弃，少春感念他的深情，在短短1年内成长为全国知名的女商人，
并在孙家没落之际嫁入。随后，他在内维护婆媳妯娌关系，在外解决各种危机，终于赢得了内外一致夸赞。机缘巧合下，他发现导致自己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竟是公公孙训，而且真正贪墨的人也是他。为了正义，少春最终还是选择了大义灭亲。与任嘉伦合作主演的古装剧《周生如故》在爱奇艺播出，在剧中饰演名门崔氏独女崔时宜，年少成名、战功赫赫的小南陈王周生辰，立志一生效忠国家，其严谨作风和谦逊为人为世人所称道。名门崔氏独女崔时宜出生便被指父未婚为未来太子妃，因与王府氏世交，便被长辈送到王府学艺。崔时宜善良可爱，在王府深得众人喜爱。点滴相处中，崔时宜钦佩周生辰远大的志向和儒雅的品格，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位将军。无论是守在王府等待捷报，还是与周生辰并肩作战，崔时宜都是周生辰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支撑。两人情感迅速升温，但依然发乎情止乎礼。边关再度告急，周生辰义不容辞领兵出战，而崔时宜却需担负起家族生育的责任，与太子完婚。周生辰遭奸人所害，留下唯一给崔时宜的临终遗言之后与世长辞。崔时宜悲痛万分，从城墙一跃而下，殉情而亡。与任嘉伦合作主演的《一生一世》在爱奇艺播出，在剧中饰演业内顶尖配音演员时宜。温婉可人、处事低调的业内顶尖配音演员时宜，一日在机场偶遇了儒雅的海归化学教授周生辰，两人一见如故，颇有眼缘。短暂交往后，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拯救日渐没落的紫砂壶工厂，周生辰答应母亲的条件，订婚成夜。他婉拒了家里安排，向颇有好感的时宜提出了订婚的请求。时宜内心早已认定，欣然答应。点滴相处中，两人默契逐渐产生，两颗心慢慢靠近。周生辰为了振兴家乡的紫砂壶工艺，与长辈产生了经营理念上的巨大分歧。面对亲情和事业的两难境地，幸的时宜始终相伴，并给予了最坚实的支持和鼓励。两人最终携手最大程度地保全了传统手工艺。风雨过后，情谊更为深重。然而此时，时宜为了救周生辰遭奸人陷害，身受重伤，重度昏迷。周生辰暂时放下事业，悉心陪伴照料，终将爱妻唤醒。两人约定相伴此生此世，永不分离。